上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最为紧张的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呢曾经研制出几百枚核弹。幸运的是呢，两国当时并没有爆发冲突，否则现在地球是否还存在还是个问题。今天呢，给各位老铁聊一聊冷战期间威力最大的10款核弹。Top 10，美国 Mk14型核弹，爆炸当量69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345倍。1950年代，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发了第一颗采用固体热核燃料的战略级氢弹。这款氢弹呢，一共有3种不同的规格，分别是13.13吨、13.54吨和14.06吨，爆炸威力在500到700万吨 TNT 当量，配备有19.5米的降落伞。由于 Mk14使用的聚变燃料是浓度为95%的刀化锂6。而这种物质在当时是一种稀缺资源，并且 Mk14只是一个设计实验品，所以截止到1954年仅仅生产了5枚。1954年10月1号 ，Mk14正式退役之后呢，所有的部件被用来制造 Mark 17型核弹。Top 9，美国马克16型核弹，爆炸当量70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350倍，也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的液体燃料热核武器，整体长度7.53米，直径1.55米，重量19吨，于1953年12月完成爆炸实验，最终因美国固体燃料的氢弹研发成功 ，Mk14、Mk17同时退役。Top 8，美国 B53型核弹，爆炸当量90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450倍，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产量最高的核武器之一，曾经被部署在 B47、B52和 B58轰炸机上。B53的研发工作于1955年开始，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以早期的 Mk21和 Mk46为基础改进而来，整体长度3.76米，直径1.3米，重量是4.01吨，配备有5个降落伞。核战斗部采用泰坦2号运载火箭所搭载的 W53核弹头，在1958年6月28号的实验中，爆炸当量为890万吨。1961到1965年间，共计生产了大约340枚。由于对核武器安全方面的考虑，美军曾经在1988年对 B53进行了安全升级，并且命名为 B53E。随着美国的新型核武器不断的开发和核资源的缺乏，2010年，美国下发了拆解 B53的准许，最后一枚 B53的拆解程序在2011年完成。Top 7，美国 Mk36型核弹，爆炸当量100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500倍，也是 Mk21型核弹的升级版本，分别推出了重量为7.94吨的 Y1 版和重量为8.03吨的 Y2 版，配备2个降落伞系统，使用时可以选择空中爆炸或者直接撞击目标爆炸。由于 Mk36是 Mk21的升级版，所以在生产时比较简单，可以说所有的 Mk36都是由 Mk21直接改造而来的。在1956到1958年间，美国共计改造了940枚 Mk36核弹。Mk36在退役时几乎占据了美国军火库中核武器的一半。Top 6，美国常春藤麦克氢弹，爆炸当量104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520倍，也是世界上第一枚氢弹。1949年9月，苏联的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在苏联方面的压力之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开始研制氢弹的计划。整个计划由匈牙利籍科学家泰勒主导，经过仅仅1年的时间，就研制出了实验弹号为乔治的氢弹，并在1951年5月进行了实验爆炸。爆炸数据表明，这种使用液态刀作为聚变的核炸弹威力要远远大于原子弹。由于实验弹乔治体积极为庞大，所以研发人员又开始了2代实验弹麦克的研发工作。1952年11月1号，实验弹麦克在太平洋的恩尼威托克岛上成功爆炸，威力达到了1040万吨 TNT 当量，整个装置高6米，直径1.8米。由于实验弹麦克的体积还是很大，并且还必须装有笨重的冷却装置，几乎没有什么载具能够携带，所以并没有什么实战价值。不过，氢弹原理实验的成功却大大推进了后续氢弹的研制工作。Top 5，美国 Mk24型核弹，爆炸当量130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650倍，也是美国重量最重的核武器之一。Mk24在外观上与 Mk17热核炸弹相差不大，整体高度7.52米，直径1.56米，重量在18到19吨，配备有一个19.5米的降落伞系统。使用时通过空中爆炸的方式进行杀伤。1954年到1955年期间，美国曾经生产了105枚 Mk24热核炸弹，
不过服役了很短的时间就退役了，这是因为后期美国在核实验当中测试出了威力更大的核弹。Top 4，美国 Mk17型核弹，爆炸当量140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700倍，也是美国空军第一款服役的氢弹。整体高度7.54米，直径1.56米，整体重量超过了18吨，配备有一个19.5米的降落伞系统，在当时主要由 B-36轰炸机搭载。美国曾经在1954到1955年共计生产了200多枚 Mk17型氢弹，1956到1957年间完成拆解并且退役。Top 3，美国 TX-21型核弹，爆炸当量148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740倍。事实上，这是美国在氢弹爆炸实验中计算失误而产生的一款核弹。当时由于测试数据少，并且经验不足，所以导致在第4次实验中炸出了1480万吨 TNT 当量的威力，是预计最大数据600万吨的2倍还要多。这次核爆实验直接在原地留下了一个直径2公里、深度75米的巨大弹坑。根据数据记载 ，TX-21爆炸后仅仅过了几秒钟的时间，爆炸火球的直径就达到了7.2公里。10分钟后，蘑菇云产生到大气层39000米的高空，直径更是达到了100公里。这次实验的爆炸当量完全超出了在场技术人员的评估，并且也创造了最大爆炸当量的记录。而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1961年，最后被苏联制造的沙皇炸弹打破。Top 2，美国 B-41型核弹，爆炸当量250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1250倍，也是美国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核弹。整体高度3.76米，直径1.32米，整体重量4.84吨。共有2个版本，一个为使用铅包裹的无污染版本，另一个则是使用铀包裹的污染版本。上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进入到最疯狂的阶段，当时的这2个超级大国不停地研制核武器。美国针对美国空军对热核武器的需求，在1960到1962年之间，一共生产了500枚 B-41型核弹。还好当时双方比较克制，没有爆发冲突，否则以当时的核弹数量，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Top 1，苏联沙皇炸弹 NA-602，爆炸当量为5000万吨，是轰炸长崎核弹的2500倍。沙皇炸弹是冷战期间苏联所制造的氢弹，整体长度8米，直径2米，整体重量27吨，共计制造了2枚，一枚于1961年10月30号在新地岛实验中爆炸，另一枚则作为后续研究样本和备用。据说它的爆炸当量最初被定为1亿吨，但是呢，当时的苏联害怕试爆后对环境影响严重，并且会导致内部矛盾和外交风波的出现，最终将沙皇炸弹爆炸当量减半，设定为5000万吨。当时爆炸所产生的火球直径达到了10公里，蘑菇云的宽度更是达到了近40公里。据传闻，当时的爆炸连芬兰的居民都能发现和感受到，并且当地许多房屋的玻璃都被冲击波震碎了。最后给各位老铁科普一下原子弹和氢弹的区别。原子弹是主要利用核反应的光热辐射、冲击波和放射性，达到杀伤和破坏的目的，爆炸时会造成大面积的放射性污染。而氢弹呢，则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来点燃氢的同位素氘、氚等质量比较轻的原子，从而使原子核发生核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进行杀伤和破坏。简单来说呢，同等质量的情况下，氢弹的威力要远大于原子弹，并且氢弹爆炸时产生的放射性要比原子弹更多。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各位老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